散会。李莎，等一下。不是你会不会聊天啊？你干嘛一定要说宋总请的是事假，你就不能说他请的是病假？陈总，宋总确实请的是事假，万一吴总去调假条怎么办？你用得着说的那么仔细吗？啊？丽莎，你不会是故意的吧？陈总，我怎么可能是故意的呢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是我的助理的话，那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白兔雪球，我的妈妈是兔子医生，她每天都很忙。我要带上我新采的胡萝卜去找妈妈。妈妈，妈妈！气氛慢慢积压，谁也先别说话，左右晃的情绪即将崩塌。给个喘息，放空放下，等时间给回答。自我挣扎，重新再出发，岁月磨砺它的牙，留给我伤疤。忘了沉默，忘了洒脱，关幸福烫到火，拥有了更多，依然寂寞，城市空如漩涡。今天这个假请的值，值，非常值。我接个电话啊。哎，喂，英姐，谢谢啊，谢谢你护着我。哦，我知道，我觉得李莎也是有口无心。对对对，都要防着。谢谢啊，英姐。再见。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就是升职不是民调嘛，今天请假就弄完口实了。你不会想着还回去吧？假都请了，回去干嘛呀？我就要看着朵拉高兴。你行。哦。这么开心啊，今天。皮一天了，累不累？哎，书法哎，看一下吧，我们。让我们看一下，谢谢。你好，这位家长，我们的老师都是国家级的书法大师。现在啊，孩子就知道玩游戏，很多大人写字也都不好看，但是人如其字嘛，孩子能写一手漂亮字，也会在关键时刻有所加分的嘛。而且练字也能练耐心，也能练修养。哦，对了，我们本周末有一个免费的体验课，到时候你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过来参加。朵拉，妈妈带你上免费的体验书法课，好不好？什么是书法？书法就是可以让你写出一手漂亮的中国字呀。我不要。那写字写好看了，会有很多人喜欢你。那爸爸写的字漂亮吗？一般。你爸写字像狗爬一样。那你怎么喜欢我的？那我要和爸爸学狗高字。有人弄巧成拙了啊！气死我！妈妈，我想学画画。哎，家长，哎，我们这儿为什么呀？有画画班的。哦，哎，你为什么想学画画呀？西西和春宁都在学画画，我也想学。啊，那太好了，那妈妈就跟你报美术班，好不好？朵拉，我告诉你，要是交了钱报个名的，你可得好好学了，听明白了吗？行。哎，我先拿走了啊，谢谢。好的。啊，书法体验课开始啊。也就是说，这2年投进去的钱，只能保本，根本谈不上赚，是这意思吧？主要是市场缩水的问题。俊龙啊，你的能力呢，
我是相信的。我们是你们的控股公司，当初投你们就是看中了你们的发展前景。但是说实话，现在你们的业绩令人失望。这确实是个问题啊，唐总，我有责任。今天叫你们来，一呢，了解情况，碰碰问题；第二呢，是给你们吹吹风，让你们二位有个心理准备。董事会的意思，如果业绩继续下滑的话，可能会考虑关掉你们的公司。啊？对不起，您拨叫的用户。哎呦，电话还没修好吗？真是耽误事儿。白姐，怎么了？喂，魏一，可英电话什么情况呀？他在你身边，你让他接电话。哦，你等一下，接。喂，姐，你打我电话啦？是的，工作的事情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，而且你能不能把手机修好呀？太耽误事儿了。好，行，拜拜。哎，真的吗，姐？我真的能去你公司上班了？是的，我们公司前台呢待遇不错。你先在那去上班，然后等以后碰到更合适的工作，咱们再问。哎，姐，这已经很好了，我们一定得庆祝一下。我请你出去吃饭吧。不用，心意领了。不过到了公司之后，千万别跟人说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啊。哎，放心姐，这点事还是懂的。好。其实，在公司做事情，第一要学会做事，第二就是懂得做人。明白，姐。不，我还是想请你吃饭。我们把图图姐和亮亮姐一起叫上吧。反正我在北京也没有什么朋友，他们平时也很照顾我。这次我就借花献佛，请你们一起吃个饭。我发现你真的比宋阿姨适应这个社会节奏要快哦，优秀。行，那我去给他们俩打电话。好看吗？一般般。我们看看其他的吧，好吧？哎，姐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很可爱。这好像小学生的帽子啊。哇，可以啊，挺可爱的。你要不要就拿这个？好像小了。可以。哎，图图姐，你来啦？郝亮亮呢？他说让我们先选地方，然后把定位发给他就行。哎，你们两个电话什么情况？一个占线，一个接不通。啊，图图姐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看我的手机摔成这样了，然后它这个信号就时有时无的。手机都摔成这样了，干嘛不换个新的？啊，去哪吃？我是要蹭饭的，你们定吧。我们定啊，别了吧，到时候你又说我们没有品味，你定吧。我定。那走吧，我学学。好。好。哎，这家不错啊。好吃也不贵，而且还清静。但是在等位啊。哎，这家店人均消费不到100，团购还打折呢。哦，挺好的，那就这儿吧。好啊。那我去排位。好。行啊，小图图，最近很善解人意嘛。人家小女孩儿，手机坏了都不舍得换个新的，嫁个老公也不靠谱。如果我们再宰人家一顿的话，那太说不过去了吧？她可是我亲弟妹啊。你弟确实不靠谱，我这人说话就这么留情不认。对对对，你说话犀利，说的有道理，说得好。之前呢，我是觉得可英不靠谱。你说谁能背着自己的爸妈和一个男人领证结婚呀？这得多二啊！但是现在接触下来，觉得他比我弟懂事。姐，还好了，还有3桌前面。好。哎，可英，你怎么看“机遇”这2个字？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，那是官方的解释。那你说个非官方的呗？机遇，稍纵即逝的机会，否则呢，每个人都能抓得住。
就好比你坐在家里，这个时候呀，突然有人敲门，你问谁啊？对方说我是机遇，这个时候你再去开门，那已经晚了。那我不应该问，应该直接去开门。对，所以呢，你还是赶紧换个新的电话。像工作那么重要的事情联系不到你，那多耽误事儿啊！幸亏4您在公司罩得住，要不然什么机遇都错过了。就是呀，这年头换个手机这么难吗？哇哦，你来啦！来了。我以为你不好找呢。就是啊，你可是出了名的好路痴啊！哎呀，现在的电子产品多先进呀！输入地址，连上几个台阶，走几米拐个弯，都给你说的清清楚楚的。我要是再找不到，我就不是路痴了，我是智障。啊，姐，我去看一下还有多久到我们。好，拿来看看。哎呀，还有点用不明白呢。据说好像功能很厉害介绍情况。哎，我接个电话。好。喂。你回来啦？你怎么心情又不好了？我没什么事儿。那行，那一会儿见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临时有点事儿，你们吃吧。什么事儿比姐妹聚餐还重要？这样，今天呢算我欠你们一顿，回头我补上。去吧，你们吃开心哈。好。图图不对劲儿，特别的不对劲儿。啊好，哎姐，到我们了，吃饭去。来了。思宁，小图图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接了个电话就走了呗？这么神秘，是不是背着我们交男朋友呢？他要是真有男人了，我替他高兴。铁娘子终于又开花了，多好呀！你说能让涂月这么急不可耐的男人，会长什么样子？啊，不会是地中海老血猪吧？你这散发的有点超前啊！哎，姐，这桌子这么大，不然我们把姐夫也叫过来吧？好啊，哎，把唯一一起叫过来吧。你们俩过分了啊！一家人十里撒糖啊，吊打我这个单身狗啊！那你也可以把老谢叫过来呀，正好有人给我们买单了。算了吧，我怕他跟你们产生代沟，还是我们年纪差不多的人一起吃饭吧。给你打电话吧。好。你好，谁的甜品？我的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小薇，多吃点鱼。海洋，你吃你的，甭管他。宋文一，能不能别玩手机了？能不能好好吃饭？我无法少说话，我得盯着点阅读量啊。那你那个阅读量倒是上去没有啊？不太理想，可能我这种阿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有点太超强了，现在观众不大能接受得了，素质不行。我说文一弟弟啊，与其关心您那魔幻现实，不如现实点儿，关心关心你媳妇儿。干嘛？我没事啊。你媳妇儿手机摔坏了，你知道吗？差点耽误正事儿，你知道吗？这年头没有手机怎么过日子呀？您得嗷嗷的上网，媳妇儿连个能接电话的手机都没有，还不赶紧给换一个？自己的女人自己不疼，等谁疼呢？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带你换手机屏幕啊。哎呦，真是疼老婆的好男人啊！哎，唯一，我要去趟卫生间。去吧，我等你。你陪我呗。去吧，走。你看手机。你给我转钱干嘛？今天我们吃饭，你去买单。刚才那好亮说的话，你往心里去了是吧？不是你搭理他呢？从见他第一面我就看出来，这就是个爱慕虚荣、牙尖嘴利的女人。你知不知道姐夫跟我怎么说的？说他那老公那男的俗不可耐，天天就知道钱，他还知道什么呀？这种人说话我根本就不找耳朵听，你回来少搭理他。
别的不说，就我们在姐姐姐夫家住了这么久，一点表示都没有。今天好不容易有机会，我们就请姐姐姐夫吃一顿，这样大家心里都舒服点。行，知道了。姐姐姐夫，亮亮姐还要吃点什么东西吗？没事，可英，我吃饱了。哎呀，本来想跟龙哥喝2杯的，可我准备要2胎呢。要2胎了？啊，老谢喜欢小孩，我也乐意生。真好哎！哎，你看人家说要就要嘛。你笑什么呀？啊？哪好呀？人家家里什么条件呀？咱家什么条件？好干嘛？本来就是。是什么是？你家条件也不差呀。可是我家条件就是没你家条件好。行了，可言，我们已经吃好了。好，那我去买单。唯一。哎。我去买单啊！哎，姐夫，我去。哎，没事，都一样，坐。坐吧，可言，让你姐夫去买吧。姐，我其实已经把钱给唯一了，没想到他电话来了，还太巧了。没关系的，你姐夫刚才不都说了吗？他买就好了啊。可英，你图这男人什么呀？怎么了？我就乐意说。一直觉得男人长得帅不一定是优势，自以为长得帅，怎么天生女人就该惯着他呀？看看你老公，自己用什么好手机，给你换都舍不得，这种男人，吃点分了。哎，说什么呢你？他俩都领证了，领证就不能离呀？你越来越过分了啊！过分，我就是看不顺眼。宋思宁，以后吃饭有你弟别叫我，生不起那气。你喝茶喝醉了吧你？啊，喝酒喝醉了。宋唯一，你干嘛？你今天为什么不买单？我不是接了个电话吗？我回来，姐夫把单都买完了。真的很巧哈。哎，那电话接来的就是那么寸。行，算你有理。那你把我的钱还我。什么钱啊？我今天给你买单的钱。我说你非得现在要是不是？那是我问老家朋友借的，就为了今天这。行。行了吧？啊，还有事儿？你什么时候带我去换手机？我不是给你钱了吗？那是我的钱。那你也得等我有钱了吧？我没钱怎么带你换手机啊？你有钱打游戏，连给我换个手机屏幕的钱都没有。我打游戏又不用花钱啊。你昨天晚上游戏充了648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一路上都在拿郝亮亮生2宝的事情挤得我，人家家里是什么条件呀？你自己看吧，这是我们养孩子的花销。我不看，朵拉怎么长大的？不就复制一遍就行了吗？李俊龙，复制一遍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看也得看，不看你也得看。你以为养个孩子这么简单吗？这是我从怀朵拉到生她，再到把她养到现在所有的花销，你复制一遍给我看看。你说我做这些是为了谁呀？咱们俩来北京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全靠姐姐姐夫帮衬着。你今天那个电话就那么重要吗？你就不能买完单再去接吗？人家本来就有一句没一句的数落你了，你倒好，自己挖坑给自己跳。我说你别说了，行吗？你哭什么呀？你以为我心里就好受了？自打来了北京，四处碰壁，投稿被推，人家都不告诉我为什么，我心里就能舒服了。哎，我今天在家待得好好的，非让我去吃那什么破饭，结果被那郝亮那一顿数落，我心里就能开心了。再说了，是我不愿意买单吗？我就去接个电话的功夫，姐夫就把单买了。回来我问姐夫多少钱，我把钱转给他，姐夫就是不告诉我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啊？我让你买单，也是想给你长脸。可阳，我知道你心里憋屈，我心里也不舒服。我也想一来北京就能闯出一片天，
可是这创业它需要过程啊。那郝亮亮她为什么那么有钱？你也不看她老公花了多少年的时间才成功，然后才娶的她。要是给我20年，我肯定能比她有钱。我宋唯一早晚有一天会让郝亮亮为她今天对我的羞辱买单。算了，我们不提这个事儿了。今天都有点累了，咱们早点休息吧。你也别玩电脑了，啊。不过今天这事儿是挺尬的，但这事儿他不赖我。这样，明天我单独请姐妹吃顿饭。还是那句话，在这个家，只要把我姐夫哄好，什么都不是事儿。这么多呀？你以为呢？养孩子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这我还没有仔细算呢。我们2个人生第1胎，谁都没有经验，谁不是摸着石头过河？但是我们必须得完成这个历史的使命。如果要生第2胎的话，我们必须就要计算成本，这些只是硬件成本，软件的我还没算呢。我指的就是教育成本。你就是要跟我说多元教育是吧？不是我要说，是社会的大趋势。谁家孩子不是早早的就进入到了起跑线呀？亮亮家的孩子从小就是舞蹈、钢琴、英语，每天司机接送，人家家里什么条件呀？再说了，很多父母为了孩子能够全面发展，早早的就把钱攒下来，以咱家的财力，同时给2个孩子提供多元教育，可能吗？到时候你想放弃谁？说来说去，就是经济问题。其实不光是这个问题，主要还有我的经历。5年前我多大呀？你别小看这5年，我们2个人都不年轻了。生了孩子，从怀到生，再到养，再到我身体的恢复，真的要牵扯大把的精力。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如果我们顾孩子，就顾不了事业；不顾事业，就没有钱赚。没有钱赚，你拿什么去养孩子？说来说去，核心就一个字儿：钱。四娘，如果说在短时间内我挣到了你所谓账单上的这些钱，而且前提是不降低我们生活标准，这个2宝你生不生？你跟我说实话吧，你非得要2宝，是对朵拉失望了，还是对咱俩的婚姻有什么想法了？我对朵拉的爱是可以用生命去维护的。1个孩子我有信心能够教育好，如果2个孩子的话，我真的没有信心。你为什么总要规划孩子的未来呢？我们是他的家长，我们不给规划，谁来规划？可你规划的道路，孩子他未必喜欢呀。就现在，朵拉这么小，已经被我俩逼的，会当2面派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还记得吗？那天联欢会，我们接她回家的路上，你要给她报书法班。我记得呀，当时她说她不要上，她要上美术，不就给她报美术了吗？那她都是欺骗你的，她为了不让你不高兴，言不由衷的话。言不由衷？那天晚上我哄她去睡觉，她亲口跟我说的。凯蒂和她的猫咪丽丽。爸爸，你要报美术班了吗？报了呀，钱都付了。怎么了？爸爸，你别跟妈妈说，其实我不喜欢画画。啊？我不喜欢画画，也不喜欢写字。其实我怕妈妈生气，所以我就假装说喜欢画画。爸爸，你别跟妈妈说，你能偷偷的让我不上美术班吗？行，你不想上就不上呗，爸爸不勉强你。啊？谢谢爸爸。虽然这是童言，我这个当父亲心里听的真的不是个滋味。
他为什么不自己跟我说呢？他怕你不高兴嘛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为了哄我，所以假装说他想上美术班？可不是嘛。朵拉被你逼得情商都高了。我的教育有这么强势吗？缓缓吧，思妮。我觉得朵拉在教育上最重要的应该是品德跟思想上的。你给她上再多的培训班，她品德思想上出现问题，那是我们教育的错误跟失败。反正我希望你生二宝，没有其他的意思。最主要的，也希望你能在家跟她缓和好关系嘛。反正就一句话，你要是生二宝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，你不用操心。我没说我不愿意生，再说我已经答应你父母了，我肯定是会做到的。而且我现在也在调整我的作息。咱们先别说什么升不升职的事儿，只要你的工作有起色，咱们攒一笔生二胎的费用，我就生，行吗？一言为定。哎，赚钱这事儿对咱来说不叫事儿啊。洗澡去了。思年，那个和亲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够呛。你说现在培养一个自己用得顺手的人多不容易啊！我还是想极力挽留他一下。但是他的态度比较坚决。那如果我现在提拔他做我们业务部的副总监呢？我怎么觉得他离职和物质没有多大关系啊？那是什么原因啊？这样吧，我再去跟他聊聊。但是决定权还得看他自己。啊，对了，你弟妹那个事情我已经跟爱军说过了。爱军跟我说了，谢谢。我下午带他面试。好。思年，和亲的事儿，再努力啊。你之前有坐班的经验吗？没有。但是我会努力学习的。那如果你来上班的话，主要工作呢就是前台接待，微笑呢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来这边洽谈业务的都是大客户。姐，看来是个好消息。爱军姐说我下周就能来上班了，这是我在北京第一份正式工作。那我要好好恭喜你啊！咱俩以后就是同事了。哎姐，我中午请你吃饭。不用了，我上面还有好多事呢，咱俩来日方长。好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唯一，我找到工作了！真的呀？跟你姐在一个公司。你也太厉害了！我就知道，你肯定能行。不过呢，我就只是一个小前台而已。前台怎么了？已经很厉害了，好吗？我已经找到工作了，你也要努力哦。放心吧，我都决定了，再也不去那些网站投简历了。那你准备怎么做呀？那些所谓的网站编辑，这段位太 low 了，根本就看不懂我要写的东西。这求人不如求己啊！所以我决定自费充值，成为各大文学网站的 VIP， 然后把我的作品往他们那些网站上一挂。然后呢？然后就坐等点击率上升啊！我相信这识货的人民群众大有人在。我跟你说，只要这点击率一上来，我的作品成为大 IP， 到时候就是他们来求我了。我也不太懂，靠谱吗？什么叫靠谱吗？绝对靠谱，多少网文大神都是这么出来的。坐。干嘛去啊？
庆祝一下呀！庆祝我们家可盈找到新工作，老公给你换个新的手机屏啊！好，走，老公最好。可晴，你确定你要离职吗？嗯。理由呢？您干嘛一定要听理由呢？离职，说明你对现在的工作跟生活不满意。其实我也想听听，陈总也想知道，这样以便我们以后做出调整，不会再出现你这种人才流失的现象。那我真的谢谢你跟陈总这么看得起我。我没有套路你的意思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，所以也希望你可以跟我说说真心话。您真的特别想知道我离职的原因吗？是的。好吧。年初我妈来北京了，一直待到现在。嗯，她来就是准备逼我辞职，带我回山东老家。那你妈妈不知道你在公司做得很好吗？她知道啊，但是她也知道，我毕业之后到北京打拼12年，熬干了心血，耗尽了青春。如今34、5了，连个男朋友都没有，他们都非常为我着急。就为了这些？就为了这些？我86年的，我今年34了，在老家跟我同龄的姐妹们大多都生2胎了，我呢，我连个男朋友都没有。年初，我爸在电话里跟我一通嚷嚷，叫我辞职回家，踏踏实实相亲结婚。我妈因为这事游说了我小半年，最后被他说动了。但是你在北京有车有房，为了一个男朋友就要放弃你在北京的一切吗？有车有房，房子是个大开间儿，车子买得起开不起啊，加油保养都是支出，辛辛苦苦赚的钱全付了车贷房贷，如今混成大龄剩女啊，除了工作表面看起来风光如意之外，其实每晚都是孤独到天明。宋总，您家庭美满幸福，单身狗的悲哀，你不懂。可是你回了老家，不一定能找到像现在这样这么好的工作和待遇啊。但至少踏实啊，家人亲友都在身边，渴了饿了有人疼，病了累了有人管。回去发展的话，好赖不济离着父母近啊。我爸妈年纪都大了，他们也希望我陪在身边，或者我在北京有人照顾，他们还能稍稍安心。不然他们真的成天担心我的。前几年我妈还年轻的时候，没事还来北京跑一跑，看看我，给我做做饭什么的。现在慢慢的也上年纪了，跑不动了，所以让我回去了。那你确定你回去能找到适合的对象吗？我在北京，尤其是在国际大公司，接触的人也都比较高端，所以我眼光也就比较高吧。宋总，您客观的说，我条件不差吧？不差。我有房有车，我长得也不差呀。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的这些条件最后变成我的累赘。北上广深竞争激烈，消费高，压力大。我本以为以我这样的条件应该还挺抢手的，结果多少男人一听，觉得跟我在一起压力太大。因为很多男的在北京打拼很多年，都还没有达到我这样的条件，肯定觉得 hold 不住我。有的甚至一听我这条件，面都不见了，就直接 pass 了。那你回家呢？你觉得你回家能找到这种符合你条件的男士吗？不一样啊，我回去就会降低择偶标准啊。以我的学历履历，我可以分分钟找到一家不错的公司坐班，而且还不用这么拼。我还会拿很多闲散的时间出来社交，也许很快就会找到合适的了。你好，我换个手机屏。
有原厂和山寨的，要哪个？要便宜的就行。换完屏要贴膜吗？当然。可英，那贴膜的钱你自己出行吗？我这实在是。摩尔贴最便宜的呗。贴好的。行，好嘞。还有吗？你说我做业务主管，我每个月每天都丝毫不敢松懈，因为我一松懈，业绩就会下滑，提成就会泡汤，而基本工资根本是不够花的。我把自己累得失眠、抑郁、颈椎病，回过头发现我连像样点的大房子都买不起。我妈来北京，我俩是挤在一张床上睡的。你说我如果把北京的房子卖了回老家，住着我爸妈的大房子，我手里拿着这些钱，我可以活得十分潇洒呀。那既然这样，我又何必在北京受这份罪呢？宋总，这就是我想离职回老家的原因。也许您觉得我太矫情，但您是成功人士啊，家里2个人赚钱，你老公又这么年轻有为，我想你应该很难体谅我们大龄剩女的悲催。我能理解，真的。其实听你说了这一席话，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说点什么。啊，还是什么都别说了吧。你回公司以后，签好保密协议，把你手上的客户交接好。回到家里以后，如果需要履历信，就请你给我打电话，我会给你准备一个非常完美的入职推荐。谢谢宋总。那些浪漫与疯狂是否变了样？我们只顾奔跑，忘了回头望。那些欢笑与哀伤在胸口滚烫。多久了，我仍怀念他的。对不起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喂，满了。你这是干嘛呢？你说你在想什么呢？来，好，谢谢。我在想和庆的事呢。你给我的邮件我已经看过了，不是没法挽留了吗？还想啥？起初我还想劝劝他，但是后来发现，我面对他的时候根本开不了口。我这一贯自信的口才，在何清的话语面前显得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呀！事实就是如此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继续给人造梦吗？没意义。有道理。其实看着何清，我就想到刚刚来北京闯荡的我是幸运的，能够得到一份好的工作，遇到一个好的老公，然后我们2个人共同拼搏，相互扶持。否则，也许我会比何清更早的选择逃离这里。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，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也是有这种冲动，我也很想逃离这个地方。你，你跟我们比属于有钱人家，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吗？这是压力。你可不知道，我每天面对什么保单、业绩、客户，日复一日，周而复始的，整个人都是精力憔悴的。有的时候晚上睡觉吧，睡着半夜就会惊醒，就想不顾一切的赶紧逃跑。不是逃跑，是逃避，逃避责任，逃避压力，逃避婚姻，逃避现在所有面对的一切。其实，我们活在这个大都市现代城中，有的时候活着活着，就忘了原来的自己。你别说啊，这座现代城呢，就像有魔力一样，一直都吸引着那些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，奋不顾身、不顾一切地冲到他的怀抱里面来闯荡。
就像我弟和我弟妹，每天呢都为了梦想而努力，可是根本没有找对方向。人家是不经风雨怎么成长的？只有等到他们真的梦醒时分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根据自己的选择，去决定自己的路。对，没错。那我就批复何清的辞职请求了。你跟他说，如果在老家待着不习惯的话，想回来就随时跟我们电话。来，为了这个带着魔力的现代城，让我们继续打拼，继续扎根在这儿吧。Cheers。哎，唯一，我们这边有租房子的，要不要看看？不是，你是有钱租，你是有钱买？我现在实习期工资应该特别低，没有钱租。不过看看嘛，看看又不花钱。走吧，你不租不买，你看什么？哎呀，看看嘛，做到心里有数。什么时候你钱包有数了，你再看吧啊！哎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就是看看嘛。咱现在又不是没地方住，在姐家住着，一省心二省钱，有什么不好的呀？哎呦，可是什么呀？要看你自己看啊，我不看。